Hello， 大家，今天我作为上海妞妞，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每次回国一定会吃的几家店，顺便分享几家隐藏在市区的小宝藏。这家的来来小笼，在它还没现在火的时候，我就和我小学闺蜜很爱去吃。说实话，它现在变成网红以后，我就没去吃过了。但这次正好我和她都回国，就一起再来吃一下。其实我小时候吃小笼，大都是小区居民楼下早餐铺的，是那种偏南翔小笼，清汤酱油口。18年家家汤包还没火的时候，我也有幸吃到过。当然，我的口味也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上海人啊，只是一级拙见而已。谢谢。就我其实还蛮惊讶，来来变火以后没有变难吃的。就这次吃，从皮子到内馅的状态都很好，就是皮冻的状态感觉比之前吃的还要粘嘴，多吃会有点腻。不过我现在对于这些所谓的手拆蟹粉是有点存疑的，就介于我之前自制蟹粉冰淇淋的经历，这个蟹粉蟹黄如果不经过炒制这一道工序，其实根本就不香也不鲜。比我想象的蟹味少。不过这家真的还是蛮好吃的，可以再来一碗荠菜蟹黄馄饨，它的碱水皮子很香。就其实每次看有些美食帖子下面会有上海土著出来吵说这个不正宗，或者那个上海人不吃的，我还是希望大家戾气不要太重。有些店有名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可能餐厅都会有一些品控的问题，或者说有些店火了以后会忘记初衷吧。排队。过来了人广附近就会顺便买点沈大成的高团点心。最近也没有什么中秋节元宵节，是毛团，然后一个双酿团，一个青团，一个金团，一个金团，两个青团，就是豆沙的，两个豆沙的，然后一个金团。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吃青团和金团的，倒不是说上海最好吃什么的，就是因为是从小吃的那种味道，所以每次吃都还是会有那种安心感。好想买一个，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就看到那个价格，我突然觉得这个620甚至可以接受了，是怎么？确实，其实很可爱。这也要620。馕也那个馕也挺可爱的。作为上海人，我真的超级喜欢吃东太祥的生煎。以前一开始的我特别喜欢吃大湖春，但是大湖春自从有名之后就变得我觉得挺难吃的。然后后来我发现东太祥才是 YYDS， 就是介于小杨生煎的死面和大湖春的全发面之间的半发面，然后它里面汤汁也是非常多的。这次回国还没吃过，所以今天正好在附近办事，就来吃一下。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就是生煎的话一定要吃新鲜处理的。我自己的话是宁可就是多等12分钟吃新鲜处理的，也不会想吃就可能放了一会儿或者是外卖的。他们家肉馅可能就没有想生煎这么多，但是呢就是它的肉馅打的是比较软嫩的那种质地，不像有些馄饨或者是肉包或者是生煎，它的那个肉会打得很紧实，每咬一口都是那种很嫩会化水的那种质感。2包啊，不是前上次您它是偏那种酱油甜口，一好脆好脆。因为撒的是黑芝麻，所以特别香，我就比白芝麻会香一些。好看。那个饼太好吃了。然后调味就是那种酱油甜口，还蛮喜欢的。重点就是它这个半发面皮子煎出来的底真的就跟小杨生煎那种死面煎出来的口感不一样，它会特别酥松松脆，像吃那种饼干的感觉。我现在不知道哪里错了，人家说收到了，但是这边有个汤圆，我退回去了啊。这边没有吗？就而且面团吃起来一点都不干咽，非常的松软，很好吃。就你看着它可能皮稍微有一点点厚，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那种面糊的咀嚼感。我之前好像在别的 vlog 里分享过，就是去年4月回国的时候，发现菠萝一心社很好吃，然后这次回国就想着说带我妈来感受一下，没想到只隔了小半年，他们家就变成半预制了，水平直线下滑，我要笑死了。
你先空口吃一下，然后再加大蒜。就去年年中的时候进店是一股非常非常臭的味道，就是那种用了大量猪骨、猪肉熬浓汤会散发的味道。你们可以想象成就是家里炖那种蹄花汤嘛，然后就是那个香气在浓缩几10倍的感觉。我也是那一次才发现，就是搭配这种重口味豚骨汤，一定要配很大量的现压蒜泥，会非常非常提味。完全不一样了，大蒜味道更多。我妈玩的不亦乐乎。这几次回国带爸妈出门玩，竟然能体会到一些被他们依靠的感觉。就可能很多地方或者好吃好玩的，他们自己不会跳脱自己舒适圈去尝试。然后，所以我带着他们去体验的时候，反倒是他们比较像小孩子，觉得很新奇有趣。小心袖子管。好，来喽！这是我第一次用压蒜器。重庆大吗？是？按理说是。还有一家在静安寺附近吃重庆小面和老妈抄手的小店，就特意带了在重庆读大学的我的高中闺蜜来鉴定一下。她在上大学之前真的是一点辣也吃不了，就没想到在重庆锻炼了4年，倒也说不好，反正就是能吃一些了。到店里桌上有保宁醋和自制泡菜的时候，就觉得很稳了。然后小面里的碗杂煮得很趴，这么多。我跟你说，杭州随便一碗面都要50块，就像我们吃那个什么，是商场里面那个面条一样，那个价格。对，肉燥炒的稍微差一点火候，但是整体味道在上海来说一定算是很正宗地道的了。重庆我吃了一次小面，把我给辣死了，吃的是微辣。那这边应该是会进行口味调整的吧？辣吗？辣吗，宝？谢谢。辣的。有多辣？谢谢。我先吃哪个呢？那你尝尝这个。我嘴巴其实已经没有感觉了。哇！对不起，我应该要一碗微辣，一碗中辣的。可能你的嘴巴已经吃不出来微辣跟中辣。哎，对。纯肉的。这个猪，好吃吗？还可以，我觉得。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抄手其实就是北方和南方一带会造馄饨的东西。为什么重庆和四川一带叫抄手呢？因为制作馄饨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面皮两头在中间粘紧嘛，然后那个样子就很像人们在冬季为了避寒将2只手抄在怀里的形象，所以叫抄手。对，这个没太辣，这个好像就还行，因为加了很多花椒粉，吃起来会比较麻，顾名思义，老麻抄手。试试看加点醋什么味道。你说保宁蒜是蛮好吃的。然后我一定要分享我在上海最爱的一家酒吧，就只要我在上海，每周都会去1次以上的那种喜欢程度。不过事先声明，就这家酒吧应该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他们家走的是比较严肃的路线。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王牌酒保》这部动漫？他们家就是对于日式调酒技法非常认真钻研的这么一家店，然后氛围也是如出一辙。就是我每次看动漫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置身在 Encounter 里的那种感觉。就虽然马老板看似非常不好接近，但只要是真心想学习鸡尾酒的知识理论，他都会非常愿意交流。可以说他真的是我在鸡尾酒方面的启蒙老师。他真正折服我的瞬间是有一次，他用完全相同的配方比例，用不同速率的 stir 手法做出了2杯开箱和味道大相径庭的 martini。还有一家是我在上海很喜欢的纽约风格的披萨店，就爸妈还没有机会去纽约嘛，我就外卖到家让他们一起尝了一尝，顺便 get 了复烤纽约风格披萨的办法。鹿肉，吃过了。没劲。这家在上海开了蛮多分店的，虽然我几次吃下来会有一些水平参差，但是总体来说是在上海我吃过最接近纽约的味道了。主要是他们家的饼底做的非常到位。之后跟你们分享我在上海最爱吃的一家米其林爱点。那这期就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